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，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。好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2号，今天是2024年的第2天。好，我们每天都要来学习中文，不能间断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好。我们来练习中文的数字。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今天老师跑了8391，中文要怎么说？8391，我们再看一遍8391。好，来听老师的直播课，千万记得帮老师点赞，支持理查老师。如果你很喜欢老师的直播课，你可以成为老师的 YouTube 会员，或者在脸书捐钱给老师哦，请老师喝咖啡。好，谢谢各位同学。8391对不对？8391。好，这个裴静、达飞、宋平8391步 ，Henny、罗山、林子8391步。还有 Itay AI 8391，春娇 Simon 8391，好，佩霞8391步，好，还有很多同学哦，好，欢迎大家。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。好，开心温馨周山8391步，非常好。Hardwick 8391步，好，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词汇非常重要啊，非常的常用哦。雷曼来了，好久没看到雷曼了啊。好，那么老师在这里呢，也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。好，有 mute 欢迎8391 Sierra， 好8391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堆这个字啊，堆这个字在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基本的一个单字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怎么使用它。明天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个单字啊，这个字非常的重要。好 ，OK， 元旦快乐啊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来堆可以当动词 ，to pile， to stack。什么叫堆？把东西集中在一起叫堆。老师可以把钱堆起来，所以我们中文会说堆起来。什么叫堆起来？就是把东西集中在一起啊，集中就像英文的 gather，get together， 集中在一起啊 ，gather。好，堆起来，中文常常会说堆起来，来把那些东西堆起来 ，pile up， 堆起来。好，你可以把钱堆起来，把钞票堆起来。如果你有很多钱的话，你可以把钞票堆起来啊。好，堆起来。有时候下雪了。像冬天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冬天，下雪了，我们可以堆雪人。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把雪堆起来，做成人的形状，中文叫雪人，英文叫 snowman， 雪人。雪人用堆的，英文用 build， 中文用堆这个词哦 ，pile up，pile up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句子哦。下雪了，我弟弟在外面堆雪人。好，下雪了，中文会用下来表达天气。这里的下是个动词，我们可以说下雨了 ，like it's raining。下雪了 ，it's snowy 啊。OK， 下雪了，我弟弟在外面 outside。好，在外面就是 outside。好，堆，中文我们用堆雪人。英文用 build a snowman， 堆雪人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堆过雪人呢？理查老师从来没有堆过雪人，因为台湾在平地是不会下雪的。理查老师从来没有堆过雪人，你有没有堆过雪人呢？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那么，有同学想要跟我直播啊？星期五好不好？星期五你可以跟我一块儿。在直播课上面聊天。好，这位同学说在越南很少有地方下雪。好，林子在日本，日本常常下雪，对不对？所以林子应该堆过雪人啊。好，没问题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堆当做动词要怎么用。当做动词就是把东西集中在一起，把东西集中在一起啊。那我们有2个语法点，第一个主语把什么东西堆在什么上，你也可以说主语把什么东西堆起来，也可以。我把钱堆起来，我把书堆在桌子上啊 ，like pile up on the table， 我把书堆在桌子上啊，还可以堆在什么里都可以哦。好，把什么东西堆在什么上或什么里。好，第2个语法点，什么东西堆满了什么什么地方了啊？什么地方 a place 堆满了什么物品？比如说桌上堆满了钱，哇，如果你很有钱的话，桌上堆满了钱 ，like money is piled up on the table 啊，桌上堆满了钱，哇，好棒。OK，或者你常常在学习汉语，桌上堆满了学习汉语的书，桌上堆满了书，桌上堆满了杂志，桌上堆满了比如说笔都可以啊。好好的，我把枕头堆在床上，这个句子很棒。我把枕头堆在床上。好，一堆臭袜子。好，这个堆也可以当量词啊，我们过几天再来这个教啊。不可以堆，不可以说堆满了人，不可以这样用。堆满了物品，不能用人哦。堆满了不会用在人身上，会用在物品上面。堆满了笔，堆满了书，堆满了钱啊。好，沙发上堆满了传单，很棒的句子，很好的句子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。它堆在把柴火，好，各位同学，柴火就是如果你家有壁炉的话啊，你家有壁炉的话，你要添柴火，我们中文用添的啊，添柴火啊，添柴火，把柴火添到壁炉里面，加到壁炉里面啊，添柴火。好，有柴火燃烧起来，房间里面才会比较暖和。添柴火。我把手机堆在桌子上，可以。如果你有很多很多手机的话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好，一堆碗还没洗过，这里的堆是当做量词哦，当做量词。好，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壁炉里。各位同学，如果你们家很冷，冬天很冷的时候，通常你们家会有壁炉。好，壁炉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理查老师家里没有壁炉，因为台湾天气不冷。有些同学住在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，天气比较冷，你们家里面会有壁炉，就是 fireplace。好，他把柴火堆在壁炉里，非常好。他把柴火堆在壁炉里，垃圾桶里堆满了垃圾，很棒的句子。好，壁炉里堆满了柴火，可以，这个句子也可以哦。各位同学，罗珊用的是第2个句子，壁炉里堆满了柴火。好，可以的，罗珊用的是第2个句子。那第1个句子呢是他把柴火堆在壁炉里。好，这是第1个语法点。刚刚罗珊用的是第2个语法点啊，壁炉里堆满了柴火。好，非常棒。我家里堆满了衣服，很棒。或者是你可以说床上堆满了衣服，床上堆满了衣服。木材跟柴火有什么区别？好，木材跟柴火基本上差不多的意思，不过柴火一定是用在壁炉里的啊，柴火一定是用在壁炉里的，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啊。好的，没问题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题，它堆在把书桌上。好，各位同学看到桌上堆满了书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桌上堆满了书，我们还可以怎么说？我们可以用第1个语法点来说这个句子。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它堆在把书桌上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
好，他把书堆在桌上，他把书堆在桌上，很棒。他把书堆在桌上。好，你们有时候会把衣服堆在桌上，会把袜子堆在桌上。如果有很多这个东西的话，一定要很多才能用堆。可能你有10几种这种东西，你就可以用堆的啊。好，很简单啊。对，他把书堆在桌上，桌上堆满了书，你也可以这样说，桌上堆满了书。好 ，OK，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。那个懒惰的工人，懒惰就是不勤劳，你可能不想工作，你不想学习。懒惰的人常常躺在沙发上，躺在床上，他不想工作，他也不想学习，他什么都不想做。懒惰的 lazy 工人把什么？好，各位同学记得我们的把语法点啊，把这个语法点后面一定要马上接宾语，所以你看到把，记得后面我们要加上宾语啊，随意，随意就是 randomly at will do something at will 随意，好，或者有点 carelessly 有一点随便的意思 carelessly 好，堆在货物仓库里，好，仓库是摆放货物的地方。摆放产品货物的地方，我们叫仓库 warehouse 仓库。好，请问答案。他把书堆在桌上，好，那个懒惰的工人把，好，后面直接加宾语，货物是我们的宾语啊 ，goods 货物是我们的宾语，把货物堆在仓库里，那你的随意不见了，随意呢？好。那个懒惰的工人随意把货物堆在仓库里，陪进这个句子可以，不过我这里先写了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写呢？好，把货物随意堆在仓库里，答对了。好，我要说陪进的句子也可以，陪进的句子没有错啊，不过我的答案是先写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个懒惰的工人把货物随便乱放，随意乱七八糟的，随意堆在仓库里，很棒。好，那个懒惰的工人把货物随意堆在仓库里。好，宋平的句子也没有错哦，宋平的句子也可以。那个懒惰的工人随意把货物堆在仓库里，都可以，两个句子都是对的啊。好。好的，懒惰的工人，老师希望你不是一个懒惰的人，老师希望你是一个勤劳的人。那各位同学，懒惰的反义词就是勤劳啊，勤劳，勤劳的，勤劳的，好，记起来哦。懒惰是 lazy， 勤劳是 hardworking， 对不对？懒惰的人不行，勤劳的人可以。希望你是个 hardworking person, diligent person， 勤劳的人。好，勤快也可以，好，勤快也可以啊。好，好，下一题很简单了，堆满书桌上，好，堆满感觉是满满的 ，like filled with 那个感觉，到处都是的感觉，所以你会觉得桌子上到处每一个角落都是书，所以我们中文用满 is like filled everywhere, full of something everywhere。好，满很多很多很多的感觉啊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桌上堆满了书，很棒。桌上堆满了书，很棒。好，答对了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桌上堆满了书，好，很简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再做一题吧。战争过后，好，过就是 like pass。After，OK，过后，过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。Something is past。好，战争 war， 战争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国家跟国家之间开始打仗，开始有纠纷，这个叫战争。过后，后就是 after the war。Like it's like after the war passed， 战争过后，山上
了，堆满，到处都是。好，头骨，各位同学，头里面有一种骨头叫做 skull， 头骨。你的头的骨头，我们中文叫头骨，英文叫 skull， 头骨。受害者这个词汇一定要记起来 ，victim 很常用，受害者 victim。好的，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好的，战争过后，山上堆满了受害者的头骨，哎呀，好可怕！战争是非常残酷跟可怕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战争过后，山上堆满了受害者的头骨。好，战争过后，山上堆满了受害者的头骨，表示很多人死去，很多人在战争中被杀死了 ，be killed， 被杀死了啊。好，战争过后，山上堆满了受害者的头骨。好，所以什么叫头骨？这个就是头骨，头的骨头啊，你的头的骨头就是头骨啊，头骨。好，好的，来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老师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每个月请老师喝咖啡，只要$2就可以请老师喝咖啡了哦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是个头骨的山，好，那个山满满的都是头骨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说这个山堆满了受害者的头骨哦。好，我们再来学关于堆的一些词汇。关于堆有非常多的动词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很常用，堆积，堆积。好，什么叫堆积呢？堆积一般就是把物品越放越多，堆积有越放越多的意思，越来越多的感觉。还有一个用法很特别，堆积可以用在 emotion， 用在你的情绪上面。各位同学，如果你每天都很害怕，每天都很担心 ，every day you worried about something, you feel sad， 这种感情，这种情绪每天会堆积起来，那么你可能会得抑郁症，因为你不好的情绪每天堆积起来。所以堆积这个词可以用在东西上面，也可以用在 personal emotion， 可以用在情绪情感上面。我把不好的情绪堆积起来，我不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你的心情不好，可能每天你都有一点点不好的情绪，你会堆积这些情绪。所以堆积这个词汇，这个动词是可以用在 personal emotion。好，再来堆放，堆放只可以用在东西上面，堆放只能用在东西上面，而且堆放是 temporary 暂时性的放置啊，暂时性的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你说堆放，你是暂时的 temporary 暂时性的，不会放很久。什么叫暂时？不会放很久，就是暂时。你东西暂时放在这里，暂时的堆在这里，我们中文叫堆放，堆放 temporary place something。好，堆肥，各位同学，什么叫堆肥？有些东西各位同学，有时候你不吃的食物，我们不要浪费掉，你可以把它跟土壤 soil 土壤跟土放在一起，你把不要吃的食物 organic food 有机的，像果皮，像一些你吃不完的水果，你吃不完的食物，你可以把它埋在土里。那这个行为我们就叫堆肥把一些食物像蛋壳、果皮，把它堆在土里，慢慢的它会变成一种肥料的感觉这种肥料对植物非常好，有人会用堆肥来种菜、种植物，堆肥是非常好，对环境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所以堆肥是一种有机的肥料，有 organic 有机的肥料好的，温馨，你可以说考试前紧张的情绪堆积起来了。考试前紧张的情绪堆积起来了。好，对，我们中文会说堆积如山。好，达菲说的这个是成语叫堆积如山，表示放东西越放越多，越放越多，好像变成了一座山一样那么多。
那么高。中文的成语哦，堆积如山，表示东西堆积的太多了。OK， 我们中文说堆积如山哦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有机肥料。好，有机就是不是化学的 ，not chemical, organic， 有机肥料对环境无害。好，对什么有害？对什么无害？对什么无害 ？Do no harm to。对什么有害 ？Do harm to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，请你记起来啊。对什么什么什么有害，对什么什么什么无害。好，这个记起来。对什么什么有害，抽烟对健康有害。好，运动对健康无害，对不对？好，对什么什么有害 ，do harm to。对什么什么无害 ，do no harm to。OK， 好。好的，对，答案是堆肥。堆肥这种有机肥料对环境无害。好，因为它是有机的，它对环境无害。堆肥这种有机肥料对环境无害。好，很好。堆肥这种有机肥料对环境无害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好，我们有时候不要用化学的肥料，我们应该用有机的肥料，像堆肥是有机的肥料啊。好，第二题，仓库里的货物什么什么如山。好，那各位同学看到如山，如就是像的意思 ，like a mountain。好，像一座山这么高，东西太多了。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好像山那么高，堆积如山，像是一座山啊。仓库里的货物什么如山。好，喝酒对身体有害，不是堆哦，是对身体有害。好，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。好，这是个成语，不能用别的词了。堆积如山，把它记起来，表示东西非常非常多。好，仓库里的东西堆积如山，答对了。仓库里的东西不是堆放如山，堆积如山，这是个成语，要把它记起来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题。这里是什么柴火的地方？好，那各位同学，这里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地方是暂时的放置柴火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的答案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柴火的地方？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书柜里的新书堆积如山，可以，很好的句子。好，这题的答案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柴火的地方？好，很好，堆放柴火的地方，这里是堆放柴火的地方哦。好，各位同学要特别记得，堆放也特别指的是这个地方的功能是什么，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。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放这个东西，放柴火，这是 function， 可以的。堆放也可以表达一个地方的 function 功能，还有 purpose 目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？因为这个地方是用来堆放柴火的。堆放的意思可以表达暂时性的 temporary。第二个，表达目的、功能，这个地方的功能是来堆放柴火的。这里不能用堆积，这里要用堆放。堆积的意思强调的是越放越多那个感觉啊，堆积的意思有越来越多的感觉啊。好，所以这里不能用堆积，这里要用堆放，堆放才是对的啊，堆放才是对的。好，你们都答对了哦，这里是堆放柴火的地方，这里是堆放柴火的地方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。好，这题呢很简单，老师刚刚说过了，他一直把悲伤的情绪 sad emotion 悲伤的情绪什么在心里 inside one's heart 一直就是 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keep doing something 一直
一直重复的做某一件事情，一直把悲伤的情绪，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他一直把悲伤的情绪什么在心里？好，堆积在心里。答对了，我们答案是堆积。老师刚刚说过了，堆积也可以用在你的个人情绪上面，个人的感情上面 ，personal emotion 可以的。所以这里要用堆积，不可以用堆放，一定要用堆积啊。他一直把悲伤的情绪堆积在心里，慢慢的越来越多。堆积的意思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感觉啊，堆积。他一直把悲伤的情绪堆积在心里，特别用在不好的情绪啊，特别用在不好的情绪。好，他一直把悲伤的情绪堆积在心里。老师希望你不要把悲伤的情绪堆积在心里，应该要怎么样？适时的发泄出来啊，应该要适时的，适时就是在适合的时间，适时的发泄 ，like out outfit 适时的发泄出来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什么叫发泄？就有点像英文的 release 啊，发泄出来。各位同学，不要把悲伤的情绪堆积在心里，应该要适时的，适时的就是在合适的时间 ，like suitable moment，在适时的时候，适时的，这个是很好的副词啊，适时的发泄 release 发泄出来，应该要适时的把悲伤的情绪发泄出来，不要把悲伤的情绪堆积在心里，应该要适时的 ，choose the right moment， 适时的发泄 release 发泄出来啊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那各位同学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明天我们继续来谈堆这个词，因为它还有量词的用法，还有名词的用法。明天我们来更深入的了解堆这个字怎么使用。那么各位同学晚安咯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事实不是即时，即时是 in time， 事实是在适合的，在合适的时间 ，in the right moment， at the right moment 叫适时的，啊，适时的。好，拜拜，晚安喽。